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俗话说，病从口入，想要自己的身体健康，需要保障饮食的健康，吃健康关系着我们身体的健康，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有人会表示，每天午饭吃多少，决定你能活多少岁，到底是什么回事呢？一，中国南方人寿命更长。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讨论过中国人的寿命，文章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过去的25年增长了 8.5 岁，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总体来说，南方地区要比北方地区要长，平均寿命排名前3的是海南、上海和广东。排名前10的省份里面只有2个北方省份，而且中国的100岁老人主要是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东南沿海、川渝地区，都是在南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专家认为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北方人普遍重口味，午饭喜欢大块吃肉，蔬菜水果相对少吃，而南方人普遍细嚼慢咽，午饭吃得细致而讲究。这导致什么情况会发生呢？大块吃肉，狼吞虎咽，吃饭的人常常会吃得更多，而细嚼慢咽的人是因为咀嚼的食物更为充分，比较容易得到饱腹感，吃的会更少。2，吃得少的人更容易长寿。我们常听老人家说一句话，人的一生饭量是有定数的，谁先吃完谁先走。没想到最近的美国一项长达10年的实验居然还证明了这句话。研究人员将200只猴子分组，一组猴子不控制饮食，让他们放开了吃，想吃就吃，而另一组猴子则严格的控制饮食，只要吃7-8分饱。两组猴子的运动量相同，生活环境也是基本一样的。10年以后，科研人员观察到了这样一个现象，没有管制饮食的那一组，很多都长成了体胖多病的油腻猴子，得脂肪肝、冠心病、高血压的比例极高，而且一半都死了。而严格控制饮食的那一组猴子，虽然也是活到中年，但依旧是体态健康，100只里面只死了12只。华盛顿大学生物学教授瓦尔特·朗格曾经研究过厄瓜多尔的一个小村庄里面的特殊人群莱伦氏综合症患者。你可以将莱伦氏综合症理解为侏儒症，但朗格教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莱伦氏患者身材虽然矮小，但他们竟然不会患诸如糖尿病或者是癌症。由于生长激素少，所以他们长得矮小，但也由于生长激素少，所以他们体内细胞分裂次数也少。癌症就是因为细胞受损导致复制异常，进而产生出了疯狂分裂的细胞。这跟饮食有关系吗？当然有。从莱伦氏综合症患者的例子，我们可以反推出正常人的情况。我们吃饭的作用就是为身体提供能量，身体的能量主要是用来维持细胞的分裂，吃得越多，蛋白质吸收越多，也就是说，吃得越多，你的身体越有能量，也越有多余的能量，全数迈向衰老，乃至疾病和死亡。3，我们应该怎么吃？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那就是黄金8原则。你只用看这一总结就知道该怎么吃了。1，适当饮食的开始是减少一口。年近90岁的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王敏清医生表示，不要愧对自己的嘴，喜欢吃就吃，只要每次都少一口，别贪多，吃到7分饱就没问题。2，饿着要比撑着好，瘦的要比胖的好。这句话是年近90岁的肿瘤学家孙院院士说的。实质上，你不需要每一顿都吃得那么饱，吃得那么撑，每天只吃7-8分饱就够了。怎么判断自己吃了7分饱呢？那就是要按照你自己的用餐规律，如果在2餐之间不需要吃其他东西，一天只需要3餐，那就证明你上一顿吃的是7分饱了。
这个度的把握，你要自己慢慢的尝试，慢慢的适应。3、晚餐哪怕不吃，也绝对不要吃过饱。哪怕你午餐无法做到控制，那么请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晚餐。美国的一位健康专家曾说，晚餐的作用1/4是来维持生命的，而3/4是来维持医生的收入。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它说明了一个道理，好好的对待晚餐的重要性，比你吃什么都重要。晚餐千万不要吃得太晚，在7点之前最有益健康，因为人体的排钙高峰在晚餐后4个小时至5个小时左右。如果晚餐吃得太晚，人睡着的时候，尿液就无法排出体外，容易形成结石。4、饭前喝汤，细嚼慢咽。南方人在吃饭之前一般会喝一口汤，入口腔、食道、胃里起到很好的润滑作用，方便固体食物进入。而且喝汤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欲。人的胃部向大脑传递饱胀信息的时间是20-30分钟。细嚼慢咽就是能够增加消化系统对食物的感受，提高饱腹感。最新的研究表明，在同等的饭量下，细嚼慢咽的人饭后感到饥饿的时间会大大的推迟。5、多吃素，少吃肉。国外大学的研究表明，素食者患心脏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一般人群都要低，平均寿命比非素食者要长达4到5年。而且在非素食者中，红肉的消耗量更大的人群在总死亡率、心血管病死亡率和癌症致死率风险会更高。在肉类里，鸡、鸭、鱼都属于白肉，而猪、牛、羊都属于红肉，培根、香肠、腊肠等都属于人工肉制品。因此，多吃素，少吃肉。如果要吃肉，吃白肉比红肉更好，肉制品就别吃了。如果觉得自己吃的太多的肉了，要相应的多吃纤维类的食物，比如水果和蔬菜，因为纤维可以减少亚硝基化合物的产生，减少对身体的伤害。6、每天保证营养的摄入，每天吃够12种食物，每周吃够25种食物。你不用担心吃的少会对营养摄入有影响，只要你保证自己能够摄入多样的食物。每天的食物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肉类、蛋白、大豆、坚果等。一天吃够12种食物，或者每周吃够25种食物，你的食谱就足够均衡了。7、多回家做饭，少吃外卖。你永远都不知道外卖餐厅里的食物为了做得鲜美新颖，放了多少不该放的东西下去。能够回家吃饭的尽量回家吃饭，不能够回家吃饭的尽量选择靠谱一点的餐厅来吃。8、拒绝甜品，拒绝零食，拒绝奶茶。我们之前说过，如果你在2餐之间不感到肚子饿，你的食量才是适当的。希望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合适食量。如果中间吃甜品、零食，会让你的胃口变大，而且脂肪的含量也会增多。总之，凡事都是有一个度的，对于饮食来说也是如此。饭吃7-8分饱是非常科学的一种饮食法。如果你能够配合低脂饮食，对健康也会非常的有利。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